我坐牢更好啊，反正我身体也不错，70多岁，身体也不错，我觉得这个我一点不担心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就来聊一聊最近这个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事儿吧，那真的叫一波三折啊，比这个电视剧还精彩。这个主角呢，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乱港头子黎智英。话说啊，8月14号那天的一大早，这个香港的天气啊，就跟这个孩子的脸似的，说变就变啊。上午7点50分，这个天文台啊，直接挂出了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那就是这个天啊，漏了个大窟窿啊，这雨不是下的，是往这个下面倒的呀。这个黑雨一来，全城啊都得停摆。学校停课了，这个公司放假了，当然啊，这个法院它也得关门啊。巧了不是，原定那天啊，就是这个黎智英这个案子的最后陈词阶段，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终审要开始了。结果呢，这个老天爷一发威啊，得审不了了，延期了。当时啊，这网上就有人开玩笑说啊，嘿，这黎智英啊，他真的是天选之子呀，老天爷都帮他续了一天命啊。甚至啊，还有人说这可能是冥冥之中啊自有天意，非要拖到8月15号这个特殊日子啊来审他。那为啥说8月15号特殊啊？在座的各位啊心里面都有数，那可是个让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呀。在这一天审判一个背叛国家、勾结外部势力的人啊，那意义可就深远了呀，简直就是历史的审判啊！大伙儿都以为啊，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吧？14号你躲得过，15号你总归是跑不了吧？嘿，你猜怎么着？还真让他又给拖了一天。这最新的消息，8月15号开庭又延期了。这次啊，不是什么天灾，是人祸，或者说是他自己作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说这个作妖的事之前啊，咱们得先说说黎智英啊，他到底是谁，犯了多大的事儿，能让这么多人都关注他呀？他呢是这个香港那个臭名昭著的苹果日报，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毒苹果的创始人。这个报纸干了些啥呀？我想经历过前几年香港乱局的朋友们都清楚啊，那简直就是一本造谣手册和煽动指南啊。这黎智英这次被审啊，背着的是3座大山，3大重罪啊。第一啊，叫串谋刊印、复制、煽动刊物罪。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伙同别人啊印那些煽动仇恨、制造对立的坏东西。另外2项更是不得了啊，叫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你听听这个罪名啊，可不是小偷小摸啊，这是直接跟国家安全对着干啊，是典型的汉奸行为。那这个案子啊，从2023年底啊就开始审了。控方光是念这个开案陈词就花了不少时间啊，整个审讯过程啊，洋洋洒洒的搞了146天，可以说是把他的老底儿给翻了个底朝天。咱们说到这个8月15号，这个暴雨也停了，天也晴了呀。这香港高等法院门口啊，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啊。早上8点多，离正式开庭啊还要1个多小时呢。排队想进去旁听的市民队伍啊，已经拉出了100多米长啊，跟这个春运买火车票似的呀。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心向背啊，大家都盼着看这个乱港头子得到应有的惩罚。8点20啊，大家开始安检进场了。这个法院里是乌泱乌泱的坐了70、80号人呀，这个摄像机、录音笔都准备好了，就等这个主角登场了。然而，就在这个所有人啊都以为要开始的时候呢，法官杜丽冰女士啊一敲法锤，说出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说今天的庭审啊又得推迟，为啥呀？因为这个黎智英啊，他拒绝佩戴一个叫动态心电图监测仪的东西。那这是个啥玩意儿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医疗设备啊，贴在这个身上，可以24个小时啊记录你的心跳情况。咱们普通人体检呢有时候也会用。法庭啊为啥要他带这个呢？因为这个审判啊是个严肃且漫长的事儿，这个法官啊得确保被告人的身体状况得撑得住。其实说白了啊，这是对他的身体健康的关心和负责。万一他在这个庭上心脏出了点问题啊，那不就麻烦了吗？这个程序上必须得严谨啊。惩教署的这个职员本来都准备好要给他带上了，结果呢，这个黎智英不干了呀，给出的理由是啥呢？法官的原话是他基于误解拒绝了。哎呦喂，我听到这儿就乐了啊！什么叫误解啊？一个能跟这个美国国务卿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人呀，会误解一个心电图监测仪是干啥的？这玩意儿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刑具啊，还能有啥误解啊？是怕记录下他听到罪证时心跳加速的瞬间，还是怕这玩意儿是窃听器啊？那这理由找的也太没水平了吧？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一出的行为艺术啊，惩教署这个医疗团队说，那得
给重新准备设备，最快也得等到下周一了，也就是8月18号了。行，这个法官一合计啊，那就再推迟到下周一吧。就这么着，靠着一场大暴雨和一个误解，这个黎智英硬生生把自己的终局之日啊又给续了几天。哎呦，说到这儿，可能就有这个朋友要问了啊，他为啥不带这个心电图啊？是不是他的身体真的不行了，怕查出问题啊？问得好啊，这恰恰就是整个案件里最讽刺、最可笑的地方。就在这个黎智英拒绝健康监测的同时啊，他的这个宝贝儿子黎崇恩，还有西方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啊，比如那个什么叫无国界记者的，以及一些美英的政客啊，正在满世界的哭天抢地啊，编排一出黎智英被迫害的苦情大戏。他们的剧本是啥样的啊？大概意思就是，哎呀，我爹黎智英在这个监狱里快不行啦，他有这个糖尿病得不到治疗，这个身体已经崩溃了，他在里面遭受了非人道的虐待，时日无多了。那真的是说的声泪俱下，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啊。他们拿着这个剧本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祈求这个美国啊、英国的政法赶紧出手啊，救救这个黎智英。那听着是不是特别惨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个香港的监狱是人间地狱呢。但是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咱们用这个事实说话啊。第一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早就3令5申了，惩教署对所有在押人员啊一视同仁，管你是谁、什么背景，都提供安全、人道、合适的寄管环境，这个医疗保障那都是标配啊。那第二呢，黎智英自己的香港律师团队啊，一个叫罗拔臣律师事务所的啊，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发声明辟谣啊，说这个黎智英啊，在这个监狱里得到了妥善的治疗。这个律师啊，还特意澄清了一个细节，说黎智英啊是信教的，他知道自己可以在这个监狱里领圣餐，但是需要神父呢单独为他一个人主持弥撒，因为这个安排啊有点麻烦，这个神父暂时没提这个要求，看清楚啊，是安排不方便。不是不让他信教啊，更不是迫害他。那第三呢，也是最打脸的一点啊，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心电图风波。如果他真的像他儿子说的那样子啊，健康崩溃，时日无多，那这个法院安排24小时的心脏监测，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这可是最直接、最科学的健康检查呀！哎，他非但不接受，还找了个误解的理由给拒了。这说明什么？这不就是做贼心虚吗？这一方面啊，他的团队在外面拼命的卖惨，说他这个身体腰垮了，博取同情，给这个法院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本人在里面却拒绝最基本的健康监测，生怕一检查啥毛病都没有，把他团队啊在外面编的瞎话全给戳穿了。所以哦，这哪是什么健康恶化，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目的就是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妄图通过这个舆论压力啊来干预审判。那当然了，黎智英的表演可不止这一出啊，在之前长达100多天的审讯里啊，他可以说是把失忆这个技能点满了，那堪称是奥斯卡级别的表演艺术家呀。但凡啊遇到关键问题，对他不利的证据啊，他就是3连招，不知道、不记得、不认识。给大家伙讲两个最经典的桥段啊。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制裁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黎智英当年可是屁颠屁颠跑到这个美国见了当时的大官啊，比如什么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这控方就问他，你当时跟这个蓬佩奥见面啊，有没有提过要求美国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这个黎智英啊，斩钉截铁啊，一脸无辜的说，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结果呢，这个控方当庭就放出一段录音啊，是他自己接受一个网络电台采访的录音。这个录音里啊，他亲口承认自己跟这个蓬佩奥单独见面的时候啊，请求对方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不仅如此啊，他自己的《苹果日报》当时还把这个事儿当成公祭一样大肆报道。这下证据确凿了，赖不掉了。黎智英在这个法庭上那个尴尬呀，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不得不改口说，我当时啊必然是这么讲过的，只是现在啊不记得了。我的天呐，不记得了！你忘了昨天中午吃的啥？我信你忘了你跟这个美国国务卿要求制裁自己国家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这是把法官和所有人都当傻子耍吗？这第二个桥段啊，关于他怎么控制毒苹果的，他在这个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啊虽然是老板，但是从来不干预编辑的具体工作，他给下面管理层发的信息啊，那都是建议，不是指示。听着多清高啊，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啊！
结果法官当庭展示他和他的手下那个陈佩敏副社长的聊天记录，这记录里啊，这个黎智英发给陈佩敏的内容啊，那措辞那语气明明白白的就是下达采编方向的命令。法官李运腾啊就追问他，你这到底是建议还是指示？这个黎智英一开始还嘴硬啊，说是建议，李法官就盯着他一步步的问，最后啊实在是扛不住了，才松口承认啊，这也可以理解为指示。哎，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黎智英的伎俩啊！在铁证面前，他的所谓不记得、不知道，不过是想蒙混过关的最后挣扎。可惜哦，这个法庭是最讲证据的地方，不是他表演的舞台。那说到这儿，我们就能看明白了，黎智英这个案子啊，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了，在他的背后啊，站着一堆见不得香港好的外部势力。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啊？因为黎智英啊，是他们在香港埋下了一个重要棋子呀。现在这个棋子要被清除了，他们当然要跳出来，想尽一切办法保他呀。怎么保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什么造谣啦、抹黑了、施压了。他们无视香港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天天在这个国际上喊香港没有法治啦，这是政治迫害啦。可是事实呢？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这个香港在法治这一项上的排名啊，长期都是在世界的顶尖水平啊，比很多天天对别人指手画脚的西方国家的高的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写的是清清楚楚，第5条就规定了啊，要坚持法治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整个审判过程啊都是公开透明、依法依规进行的。执法部门办案只看证据和法律，跟你是什么政治立场啊、什么职业背景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啊，那些外部势力的叫嚣啊，本质上就是想用这个政治来凌驾于法律之上，想让他们的自己人啊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恰恰是对法治精神最大的践踏和侮辱。他们的反中乱港之心啊，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回顾一下黎智英这出言情大戏，从天降暴雨到误解心电图啊，再到法庭上的反复失忆和他背后势力的疯狂叫嚣，我们能看到什么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末路小丑的垂死挣扎。他想靠这个装病卖惨来博取同情，想靠耍赖撒泼来拖延时间，想靠外部主子来救他的命。但是他打错了算盘。法治呢是香港的基石，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任何想破坏香港法治啊，干预香港司法的图谋，最终啊都只会是螳臂挡车，自取其辱。这黎智英的终局啊，虽然因为这些小插曲啊推迟了几天，但是它一定会到来。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那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公正严明的判决。咱们就搬好小板凳，继续关注，看看这下周一啊，这位失忆的表演艺术家还能不能再整出什么新活来。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